各位好，我们都知道，华为突然先于苹果15推出它的最新 5G 旗舰手机 Mate 60系列，抢了苹果15的风头，让外界感到震惊，特别是老美。到现在为止，他都还不知道华为这个打不倒的小强是如何做到的。9月12日，苹果按计划推出了苹果15，市场反应失望，股价应声下跌。从德语媒体看，消费者也包括果粉们都感到很失望。德语媒体把苹果15与华为 Mate 60拿来比较进行报道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商报的报道。国家象征的智能手机，苹果公司正试图通过新款苹果手机赢得创新竞赛，但华为的智能手机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。苹果要担心自己的市场份额了。配图说明，如果国货在中国继续取得成功，苹果公司在这个重要国家的市场份额可能会损失多达20%。这有点让人想起阵地战，苹果和三星手机在世界统治的临界点上徘徊。凭借刚刚推出的新款苹果15，苹果可能会将南朝鲜竞争对手赶下神坛，在全球移动电话市场份额争夺战中首次成为全球赢家。这是许多分析师的预测。战争不仅仅是政治手段的延续，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也是贸易战以其他方式的延续。因此，现在大多数人的目光并没有投向苹果或三星，而是投向了一个令人欣喜的第三方。他最近在超高速高科技电话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。中国重返游戏，中国不是用武器作战，而是用60 Pro 同志 Mate 60 Pro。 这是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几天前推出的新型智能手机的名称。它不仅仅是部电话，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百万自由神像，是中国反抗西方制裁、争取独立斗争的象征。华为因美国制裁而陷入困境的几年。需要提醒的是，2019年，美国出于安全原因，对中国电信供应商实施了制裁。对华为来说，这是一场灾难，该公司再也无法获得必要的芯片。在必要的专业技术和机器都不准使用的情况下，怎么可能魔术般的变出这样的芯片呢？因此，华为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从2020年中期的约1/3下滑至7%。在中国，这被称为丢面子，不仅影响了公司本身，也影响了目标远大、声称要引领全球科技的党的领导。华为智能手机成为新的畅销产品，这一点也打动了中国人自己。华为的新手机被抢购一空，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，好评如潮。这种传播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无疑是有针对性的宣传。此外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中国政府雇员被正式告知不得将苹果产品带入办公地点。无论如何，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似乎正在中国人中觉醒。现在拥有一款合适的手机，也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。这对苹果公司来说不是好消息。中国市场约占该公司利润的1/5，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已不再令人关注。但这家美国公司股票市值损失了6%，相当于约2000亿美元。但这家美国公司股票市值损失了6%的事实却令人十分关注。6%相当于约2000亿美元。尤其是有关某些国家机关和公司可能禁止使用苹果手机的报道。中国制造，这显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据称，现在有1万个零部件是中国制造。华为没有宣称这款智能手机是 5G 设备，但在中国以外的测试表明它是 5G 设备。Mate 60 Pro 在速度和带宽方面可以与苹果 iPhone 相媲美。那么芯片呢？中国最出色的制造商中芯国际已经把它生产出来了，而且显然是成功的。西方国家对这一产品成功的期望，就好比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潭中拉出来一样。德国知识说明，网上有人爆料，其实不是中芯国际代工，而是华为自己的位于东莞的芯片厂搞出来的，其表现令西方大吃一惊。
如果国货在中国继续取得成功，苹果公司在这个重要国家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减少20%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成为中国有能力摆脱国际经济制裁泥潭的活生生证明。德国知识点评：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的是西方那些国家，但他们总喜欢代表国际社会。我们继续往下。冯·克劳斯维茨将军在他的著作《战争论》中说过一句至理名言：防御本身就是更强大的战争形式，因此塑造我们技术未来的战斗仍在继续。目前中国已经占领了前沿阵地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华为何时发起进攻。可惜这篇文章没有评论功能。对于 iPhone 15，其他德语主流媒体有报道，德语媒体说iPhone 15没有什么真正的新的东西，由于欧盟法规摆在那里，苹果被迫把有线充电口改为 Type-C， 但在非 Pro 版本竟然还是 USB 2.0， 就是说这是 N 年前的古董技术，这也是读者们吐槽最多的地方。我们来看看德国《世界报》的读者评论：因为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，我把苹果手机拉入黑名单了。下一条评论：此外，华为也在其新款智能手机上搭载了自主研发的芯片。下一位：我本来期望更多，太失望了。下一条评论：对不起，这次我不干了。我有苹果14 Pro， 我拿着放大镜寻找15 Pro 的改进之处。尽管处理器更快，据称更经济，但电池续航时间却没有任何提高。同样的摄像头，同样的显示屏，这简直是苹果开的一个糟糕的玩笑。下一条评论：苹果手表续航18小时，一整天，笑死人了。我们接着看看奥地利标准报的读者评论，人气挺高的。它报道本身就不用看了，反正就是关于怎么介绍苹果15的。第一条评论：最大的意外是价格。下一条评论：不是价格，而是 USB 2.0 最令人意外。下一条评论：今天是发布会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在过去几年里，它对我的意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过去，每当乔布斯举行发布会的主题演讲时，我们总是鱼吃鱼醉地坐在设备前，同时关注着不同网站上的实时报道。当然，我们也立即订购了该产品。现在，我甚至不在日历上标注发布日期，也不再看它们了。我已经很少买新苹果了，反正和以前的型号差别不大，而且令人兴奋的新产品已经不存在了。下一条评论：苹果15的2个基本型号只提供 USB 2.0， 如果你想要现代标准，就必须选择 Pro 型号，它支持 USB 3.0 传输速度，它的性能越来越好，而且还有60赫兹的显示屏，基本型号就是个垃圾，连350欧元都不值。下一条评论：我从一开始就是苹果用户，但总是对一些事情摇头，这次又是。非专业版的只有 USB 2.0， 简直会让你把头撞到桌子上。他们在美国总部嗑了什么药？ USB 3.0 的硬件成本连3欧元都不到，我真不明白。下一条评论： USB 2.0， 哇，苹果公司的廉价机型竟然使用21年前的接口标准。制造 USB 2.0 控制芯片的机器可能是从地下室搬出来重新启动的，这当然比所有机型都配备 USB 3.0 要贵，但这正是人们喜爱苹果的原因。当然 USB 3.0 从2008年开始价钱更高，毕竟它是 USB 2.0 的升级版，苹果公司的人都没有廉耻。下条评论：我的幽默，欧盟迫使苹果做出改变，接口变成 Type-C， 苹果的回应是什么？USB 2.0， 哈哈哈哈。好，朋友们，其他的评论几乎变成了吐槽大会，大部分人都在吐槽苹果竟然好意思使用 USB 2.0 来糊弄买家，但也有网友解释，苹果15基础版其实用的是苹果14的芯片，而这个芯片只支持 USB 2.0， 苹果不会因为这个接口重新设计芯片。他呼吁
果粉们要理解啊。还有很多人吐槽基础版的显示屏竟然还是古董的60赫兹频率。德国经济周刊说，苹果股价最近跌了10%。从德语区读者的吐槽及苹果股价走低来看，再加上华为突然推出 Mate 60系列，是否意味着苹果不再那么受到青睐呢？至少德语媒体报道了，苹果在中国的销量肯定会大受影响，这可能是股价回落的最主要原因吧。